你知道吗？全世界最长的人名有700多个字，为什么名字要取这么长啊？那这世界上面还有什么有趣的名字或取名字的规则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人名冷知识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名字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少意义？在生活中，与人初次碰面的各种场合，我们总是会先跟别人介绍自己的名字。在动漫啊、电视当中，角色名字也时常有特殊的意涵，暗示着他的身份。不过，在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当中，取名的方式也有很多不同的形式跟规则，也可能受到当下特定的历史因素影响，而诞生出一些奇怪的人名。因此，出生在不同时间、不同文化背景当中的人，名字可能有超级大的差异。有的人呢是有名无姓，也有的人呢会有乐乐等的姓氏，交代出了一大堆身后背景的这个等等的资讯。比如呢，刚刚说到全世界最长的人名呢，光是姓氏就有600多个字。那到底为什么有些人的名字会这么长？而这个世界上面又有哪些特殊的命名规则？中文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大选即将来临，四处流窜的假消息变本加厉，常关注社会议题的你，有曾经被误导过吗？今天这场架构性思考线上课程由志祺七七团队携手打造，就来分享我们如何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快速的识破假新闻，精准的搜集并分析资讯。这堂课程以时事议题为核心，带你从资讯判断、媒体识读开始，一步步透过逻辑思辨形成观点，并理性精准的表达出来。这堂课还邀请到独立记者方君竹、法律白话文的杨贵智担任客座讲师，最华丽的阵容带你一起破除假消息，发挥影响力。现在这堂架构性思考课程限时优惠当中，输入优惠码 HH Good Job 就能够以85折入手。目前累计了3700位学员5星好评当中，你也赶快加入吧。根据金氏世界纪录的官网，拥有全世界最长名字的是1914年出生于德国，后来移居美国的犹太人，他叫做，我就不特别念了，请大家自己看。这个名字呢，一共有747个字哦，光是姓氏就有600多个字。根据报纸采访哦，他说原本他的家族是没有姓氏的，因为早期住在德国的犹太人普遍都没有固定的家族姓氏，只有取一个人名，然后呢在后面加上谁谁的儿子或者是女儿这样子的称呼。那直到18、19世纪时呢，当时的统治者命令犹太人要取德意志的姓氏，因此他的曾祖父呢就用德语替自己取了一个很长的姓。而根据维基百科的翻译呢，这一连串的姓代表的意思呢，大致是这个样子根本是一个短篇故事了。总之呢，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面的取名方式真的是五花八门。那有学者呢就会根据一些共同点，将世上各种命名规则做分类，据说可以细分出几十种。那今天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接下来就会简单的介绍几种比较特别或是比较常见的取名逻辑，比如有名无姓的状况。其实，在不少文化当中都没有取姓氏的习惯，人们多半都只有个人名字而已。除了刚刚提到的过去在德国一带生活的犹太人之外，比如在阿富汗印尼、印度、缅甸等等，有许多的民族都是没有姓的。只是如果单看中文译名可能会误以为缅甸人有姓氏，像是前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或是前缅甸总统吴登盛等等呢，感觉好像都姓吴。但这是因为缅甸人习惯在人名前面加上尊称，而吴这个音的意思呢，其实只是类似英文 Mr 的概念而已。传统上，缅甸人就只会有名字，没有姓氏，比如翁山苏姬，4个音节呢就全部都是名字。不过，即使拿掉了尊称还是会有不知情的外国人误以为缅甸人有姓而闹出笑话。像是奥巴马呢，就曾经称呼登盛总统呢为 President 盛总统，但这就好像你叫蔡依林林一样对于缅甸人来说呢，这等于是枕边人用的爱称了。此外呢，台湾很多的原住民族呢，传统名字也没有姓氏的概念，他们有另外一套特殊的名字组成规则跟结构。比如达悟族人的取名方式呢，就是没有固定的名字，一生当中名字会改变好几次。在特定的文化当中呢，没有固定名字的取名方式，并不是说人们呢会一天到晚毫无章法的去改名字，而是会依循着特定的规则，在人生当中的几个重要阶段，随着身份的转变而更改名字。以台湾达悟族人的传统取名方式来说，他们在出生的时候会先有一个名字，而在第一个小孩出生变成人父人母之后，会改变一次名字，而当上爷爷奶奶之后又会再变一次。
举例来说，知名达悟族作家夏曼兰波恩呢，出生时的名字叫做西切格瓦，而族人呢从这个西就可以判断他还没有生小孩。那当他的第一个小孩西兰波安出生之后，他的名字就变成了夏曼兰波安。而所谓的夏曼呢，是代表父亲，所以他的名字呢，意思就是兰波安的爸爸。而至于祖父母呢，则会被称作是夏本。所以如果他未来当上爷爷之后呢，名字就会再改成夏本加长孙的名字。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名字呢，会随着身份状态而改变。那也因为达悟族这种命名的文化，是长辈的名字会跟着儿孙而改变，所以呢，也被学者称作是亲从子名制。不过，有些文化的命名方式呢，跟达悟族的案例正好相反，是儿孙跟长辈联名。亲子联名指的是在小孩的个人名字前面或后面再加上爸爸或妈妈的名字，像是台湾原住民当中呢，泰雅族偏向父子联名，前面是属于自己的个人名，后面呢则来自父亲。比如呢，有一个人叫做尤干瓦旦，那他的爸爸呢可能叫做瓦旦亚维，而他的爷爷呢则可能叫做亚维瓦利斯。而阿美族传统文化当中呢，则通常是跟妈妈联名。那除了台湾原住民族，在许多的北欧国家也有所谓的亲子联名文化，比如冰岛啊、瑞典就有跟赛德克族一样的父子联名习俗。不同的是，他们还会再配上固定的词汇，比如有个叫做约恩彼得森那他的爸爸呢叫做彼得，那个森呢就是代表儿子。而如果是女儿呢，则会是爸爸的名字，再加上多提尔，也就是呢类似英文 son 啊跟 daughter 的发音。那有分析指出在古代社会呢，这种联名形式可能有助于同村或是同族的人知道一个人是谁的孩子。不过，多数主流文化的取名方式当中呢，比起父母是谁，可能更会强调整个家族。在个人名的前面或后面加上固定的代代相传的家族名，应该是现在世界上面最普遍的取名字方式了。比如中日韩文化圈当中的姓氏呢，就是属于家族名的概念。还有英文名字，许多欧美国家的人呢，放在个人名后面的 last name 或者是 surname 也多半呢都是家族名。不过有个比较特别的案例是俄罗斯，他们混合了父亲联名跟家族名两种模式。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丁，他的中间名弗拉迪米罗维奇呢，就是来自于他的父亲弗拉迪米罗，而后面的维奇呢是表示孩子的意思。至于普丁呢，则是他们的家族名。不过这种冠上家族名的做法，为什么会是当今全球的主流取名方式呢？有学者认为这一来可能是因为古时候的贵族，一些有家族名的民族在历史上面曾经很强势，所以就渐渐的影响了其他的文化。二来呢，则是统治者为了方便管理，而透过强制的规定，直接让大众使用家族名。比如日本古代其实多数的平民都没有姓氏，明治时代呢，日本政府为了整顿户籍方便管理，推行相关的法令跟政策，姓氏才渐渐的在日本普及了起来。那中文的取名方式又是怎么样来的呢？现在我们知道的中文呢，或者说汉族的取名方式，基本上是姓氏再加上名字两个部分组成。但其实在古代，姓氏名字呢是分开来的4个部分。像是孔子呢，其实就姓子，孔呢是他的氏，而且名丘，字仲尼。那根据历史记载姓起源于先秦时代的母系社会，从女加身呢就可以看出这样子的意义。所以像是姬啊、尧啊、姜、嬴这些古老的姓呢，也都是女字旁。随着后来转入父系社会，人口繁衍之下，部族的数量也变多。各个部族为了互相的区别也开始给自己族的人取专属的代号，也就是所谓的氏。不过当时只有贵族会分封氏，是一直到了汉朝左右，因为封建制度的瓦解，氏就变成不再是贵族的专利。同时姓跟氏的区别呢，也慢慢的消失，大量的平民就渐渐的开始拥有我们现在使用的这种姓氏。那人们的姓氏由来也非常多样比如像是韩啊、赵啊、魏是战国时的国名，丘呢是来自于地名，陶则是来自于古代的职业等等。而另外呢，就是名跟字的差别。简单来说，在古代的观念当中，因为名是父母取的，只有长辈亲人可以直接称呼，所以人们呢就会在成年的时候取一个本名之外的外号，也就是字，给平辈啊、晚辈还有外人来称呼。不过现在人们普遍已经失去了取字的习惯，而名字这个词呢，也变成了名，甚至是姓名的泛称。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一种说法是，取名字是会赋予灵魂的。这种说法的举例呢，是说以前有很多传出灵异事件的娃娃，像是安娜贝尔，都是因为被取了名字，获得了灵魂才会作乱。
那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啦，但是呢，我们觉得这种想法应该也显示出了人们对于名字的看法。因为取名字的意义呢，是要有一个称号来让大家知道你是谁，它决定了周边的人如何认识我们，还能够象征我们从哪里来，所以也是一种身份认同的建立。那这种身份认同呢，要说是灵魂，好像也不为过。比如台湾原住民呢，有很多人会争取在身份证上面使用自己的族名，也是彰显个人认同的一种方式。那么觉得取名的方式，除了在不同的环境、民族的文化之下会有很大的不同之外呢，其实也能够看出每个家庭的风格，或者说家长的个性。比如在我们团队当中呢，有人的名字是去算了好几次命才取出来的，或是有很深刻的意义，代表着爸妈的期望等等。但也有人的名字呢取得超随便哦，只是爸妈在字典里面乱翻，随便挑几个字取的，甚至他弟弟妹妹的名字呢，还是直接用当初挑剩的字来拼凑而成的。那好像从一个人的名字的由来呢，真的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他的出生背景，看到今天的他是怎么样被养成的。那么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大家有听过什么样有趣的取名故事，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哦。好的，那最后呢，我们想来问大家，你最喜欢哪种取名方式？为什么呢？跟缅甸人一样哦，只有个人名呢，也不用把这个名字跟家族绑在一起，感觉比较自由。比像达悟族那个样子哦，没有固定的名字，可以很方便的知道一个人结婚生子了没。所以家族性呢，再加上个人名哦，既有归属感，又有个人身份的感觉比较好。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呢，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人民冷知识。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台风名字谁取的，以及注音符号是怎么来的。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史上最期待终于抵台 ，iPhone 15全面进化，中华电信行动网络冠军，精彩生活即刻启程。搭指定资费享最高5000购物金，旧换新再折2000，限时加码抽100万 Honey Point，为精彩而生。iPhone 15极速申办。